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新片票房凌晨暴增60%，异常数据引发注水质疑。赵丽颖获金鸡奖最佳女配角提名，以电视电影4提名3获奖。主演电影乔妍的新事票房增长异常遭质疑注水，粉丝包场冲票房引争议。赵丽颖作为电影圈新人需谨慎，面临真实票房号召力考验。前排先恭喜赵丽颖拿下金鸡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啦！在金鸡奖提名之前，赵丽颖就凭借电影《第20条》拿下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提名并获奖，再算上飞天、金鹰奖2大视后奖项，不到半年时间，赵丽颖就实现了电视电影4提名3获奖的成就，效率相当高。不仅如此，如果赵丽颖成功拿下金鸡奖，她将成功集齐2024年内于4大权威奖项，也就是说，只差白玉兰奖和华表奖，赵丽颖就实现电视、电影3大奖全满贯了。那么，赵丽颖距离电视、电影3大奖全满贯还有多远呢？电视3大奖全满贯怕是要靠后了，因为赵丽颖最近忙着勇闯电影圈，怕是赶不上白玉兰奖评奖期，还得是看电影3大奖。要知道，赵丽颖光10月就上映了2部主演电影，分别是《浴火之路》和乔妍的新事。其中乔妍的新事是赵丽颖2024年唯一一部主演、番位排在第1的电影，还是她最擅长的大女主题材，正好卡在了华表奖评奖期。然而就在一切欣欣向荣之际，乔妍的新事意外惹出了争议，赵丽颖也因此遭到了质疑。相比较国庆档上映的《浴火之路》，乔妍的新事可谓赶上了冷门档，票房增长相当缓慢，勉勉强强才突破6500万，结果还被质疑票房注水。有网友发现，乔妍的新事票房增长数据异常，竟然在凌晨一路飙升，凌晨1点增长4.9%，凌晨2点增长11.5%，凌晨3点增长13.2%，凌晨4点增长33.6%，凌晨5点增长65.8%。从天黑上涨到天亮，越涨越夸张。把乔妍的新事和其他同档期电影放在一起看，整部片子票房增长异常就更明显了。除了日漫改编电影《蓦然回首》在凌晨1点到3点之间有0.2%、0.3%增长外，重映的《哈利波特》系列电影和电影《毒液》续集凌晨票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零增长。网友质疑一出，评论区很快就争论了起来。有人指出，早在预售期间，乔妍的新事就涉嫌票房注水了。还有人把矛头对准了赵丽颖，吐槽她不光电影票房注水。当然，电影票房是一门复杂的学问，涉及真金白银。每到热门档期，锁场、注水、保排片、偷票房满天飞，冷门档期倒是很少见。况且从常理推断，乔妍的新事再怎么注水，都没办法票房大爆，很容易越注越亏。这时候有赵丽颖粉丝出面解释，认下了票房增长异常这个锅，表示粉丝和影院有合作，包下了凌晨场为自家偶像主演电影冲票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粉丝包场算不算票房注水呢？和杨幂包场乔妍的新事通过平台对外送票不同，粉丝包场是没有真人去观影的，本质就是幽灵场，并不能因为人人都做就默认合理了。正如网友所说，粉丝包场破坏了电影市场良性循环，预售靠粉丝票，票房靠包场票，口碑都是粉丝刷分控评，不光是观众看不到真实反馈，连赵丽颖本人都无法摸清自己主演电影的表现。别忘了，赵丽颖还是电影圈新人，如今再怎么鲜花着锦、烈火烹油，遇上热门档期多方混战，还是会暴露真实票房号召力，一不小心就会翻个大车，到时候连补救机会都没有，分分钟就被电影圈淘汰了。希望其本人和粉丝都能谨慎而为啊！赵丽颖凭借着一贯的演技实力再次登上了荧幕，
但他最新影片的票房在凌晨暴增60%，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质疑。不少网友和业内人士纷纷对这次票房异常的增长提出了注水的疑问，特别是在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，影片的票房数据突然飙升，着实让人联想到背后是否存在某种人为干预的可能性。对于一位像赵丽颖这样的人气演员来说，任何涉及票房问题的争议都极易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这不仅是对电影本身的关注，更是对整个影视行业透明度的拷问。票房数据的可信度关乎到观众对电影产业的信任，也影响到演员和制作团队的口碑。在现代娱乐产业中，票房数据不仅仅是评价电影成功与否的标尺，它更是一种衡量演员商业价值的标准。因此，任何不正常的数据波动都可能引发大量的猜测和质疑。面对这种质疑，影迷们的态度也呈现出两极分化。一部分人坚信赵丽颖凭借自己过硬的实力和庞大的粉丝基础，完全有能力带动影片票房的增长。这类支持者认为，凌晨时段可能正是粉丝们自发行动、集体刷票支持她的表现。然而，也有一部分人认为票房注水的现象在行业中并非新鲜事，并表示即使是最受欢迎的演员，影片票房也应当反映真实的市场反应。如果最终票房数据的异常确实存在人为操控的可能，那对于赵丽颖及其团队来说，如何处理这样的危机将成为重中之重。一个演员的职业生涯不仅需要过硬的演技，还需要良好的公众形象和行业信誉。一旦涉及不透明的商业操作，不仅可能影响其作品的口碑，更会对个人形象造成负面影响。作为观众，我们在欣赏一部作品时，更多的是希望能够看到真实的市场反馈和公平的竞争环境。不论是赵丽颖这样的顶级演员，还是普通的新人演员，只有在公正透明的市场中，才能真正展示他们的才能和努力。对于观众来说，我们也应当理性看待每一部电影的票房，不被单一的数字所左右，而是更多的关注影片的内容质量和艺术价值。对于赵丽颖本人而言，这次票房争议无疑是一个需要面对的挑战。然而，她曾多次在逆境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韧性。在娱乐圈的浮沉中，如何保持初心，如何应对外界的质疑，将是她未来继续前行的重要课题。无论票房数据最终如何定论，赵丽颖的努力和奉献仍然值得观众的肯定。她不仅仅是荧幕上的明星，更是许多观众心中的榜样。她的每一个角色都承载着观众对她的期待与爱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观众们将继续期待赵丽颖带来更多高质量的作品。而对于这次的票房风波，希望无论是电影团队还是市场监管部门，都能给出一个清晰而透明的解释，给所有影迷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同时，也希望整个影视行业能够更加重视数据的真实和公平竞争，让每一位演员、导演和制作团队的努力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。赵丽颖的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她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努力，才能站在今天的高度。无论未来的质疑与挑战如何，她的坚韧和坚持都是不可忽视的。每一位支持她的观众都希望看到她能够在演艺道路上继续发光发热，也希望她能够用更加优秀的作品回应一切质疑，继续书写属于她的辉煌篇章。王一博演技爆发，颜值不再是焦点，实力才是硬道理。嘿呀，真没料到，最近那部在央视热播的黑马剧《追风者》都已经完结啦，可热度却还是没降下来呢。收视率一下子就涨到 2.5 啦，它不光成了全网首部谍战破万的剧，还得陆续在各大卫视重播呢，那牌面可真是满满的。没想到啊，那部《追风者》大剧居然让王一博这个刚踏入演艺圈的小白脸，凭借一部剧就出了名，在全网都特别火，居然登上了报纸的头版，还被 CCTV 电视剧官博特意点名称赞呢。这就让观众不由得纳闷，凭啥是王一博呀？
为啥一个有流量的明星会这么火呢？难道真的就是观众说的流量最厉害和资本超厉害的原因吗？就是呀，确实是呢。双引号，认真的梳理了王一博近些年的演艺经历，他要么留着个大油头，要么就处于油光满面的状态。他演技还挺有料的，不过没那么惊艳到炸裂的程度，却能经常跟梁朝伟、周迅、王阳、王学银这些厉害的实力派大佬们凑一块儿当主演，这也体现出了他的真本事。你说这不是资本在背后搞推动，而是王一博哥哥靠自己努力拼搏才这样的，谁能信啊？首先得说清楚哈，这可不是故意抹黑或者瞎生气，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事实在那儿呢，能找到痕迹的，咱慢慢跟你讲哈。大腕陪练陪跑也能当主角。要是说起王一博的演技呀，那肯定的提到他在2023年那部电影《无名》里的表现呢。那会儿呀，王一博没啥拿得出手的代表作呢，他刚出道就跟梁朝伟、周迅、黄磊、江疏影、大鹏这些超一线的大咖一起演戏，还当上了电影的男主角呢。无名这电影在电影的质感以及选角方面，一点都不比任何一部国际大片差。不过得留意哈，王一博在这部电影里的演技那是挺不错的，感觉就像是在给追风者的表现做铺垫呢。为啥会这么讲呢？因为王一博在无名里的好多镜头跟追风者里的镜头特别像，就跟在电影里似的，跟梁朝伟在楼里打架那一段，从楼上一直打到楼下，那场面血乎乎的，都快不行了的感觉，跟追风者里魏若拼命保护央行财产的那段简直一模一样。并且在那部电影里，王一博所饰演的叶先生呀，他是我党安插进汉奸特务集团的间谍呢，留着用发胶弄的背头，穿着西装打着领结，这形象跟在央行工作的魏若来的装扮是一样的。就连在表情神态方面，这两部戏都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呢。还有就是在演技方面呀，无名结尾那儿，王一博在卡车上的那个对着梁朝伟挑衅的镜头呢，这又狠又冷，鬼鬼祟祟的神情动作呀，在整个内娱圈里，你压根儿就找不出一个比他演的还好的人呢。在影片里，王一博所展现出的耍酷、冷漠、自信、嚣张，还有插科打诨以及邪魅狂狷的坏蛋形象，居然出奇的很契合呢。看电影那会儿呀，我可太意外了，就觉得王一博特别适合演这种坏蛋的形象呢。不过在追风者里，王一博所饰演的角色类型来了个彻底的转变呀。温文尔雅的高情商且是高材生的人，进入央行当卧底，最后投身于革命事业，整个过程中正义感那叫一个爆棚，和无名里那个坏人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，而始终不变的依旧是那副死鱼脸表情。没说王一博演技不好这方面的事儿哈，就是觉得王一博在无名里那个坏人形象超厉害超炸裂，要是接着接些反派坏人的角色，那不是能把戏路拓宽吗？还能狂刷路人的好感呢，多好呀！可别愣着呀，非得在追风者里爬到一番的位置，这里面的弯弯绕绕那可是明摆着的呀。不过呢，王一博在那部剧里那场受尽折磨的受刑戏，演技确实挺到位的。整部追风者瞧完啦，甭管是哭的戏份、情的戏份、吃的戏份，王一博都把握得挺准的。王一博那可算是在无名里使劲儿练演技啦，接着全给用到追风者的拍摄里头去了。正是这些一起陪跑的大腕不断打怪升级，才让追风者里的魏若来有了那么炸裂的表演。所以嘞，从演技方面来讲，王一博老是陪跑却能逐渐升级，这可是他大火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呀。早就知道，但没想到。其实那会儿在拍无名呢，就觉着王一博会被带进影视圈。没想到啊，在接着演的第二部剧《追风者》里竟然就火了。那会儿王一博凭借无名拿到了第17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新演员的提名呢。刚踏入演艺圈，就迎来了这么高的期待，最后以追风者的身份获得了观众的认可。所以啊，王一博大火的第二个缘由呢，
就是他能接戏。王一博最先出演了《无名》和《热烈》，跟那些明星大咖一起在台上飙戏，把自己的名气给打开了，他的影视事业迎来了第一个春天。虽然电影上映后口碑没那么高，不过毕竟能跟一线大佬们一起演戏，也积攒了不少实力呢。接着就参演了《追